5年时间，我家阳台从这样、这样、这样，最后变成了现在这样，终于变成了我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在这期间踩了不少坑，也白花了不少钱。今天汇总到一起，分享给大家好参考。买的是二手房，最早时的阳台完全没有利用起来，好在有上下水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做成了洗衣台。想的是大件下面机洗，小件上面手洗，还能顺便刷鞋。但做好后发现下面没留洗衣机的电源，这个时候再切台面就破坏防水也不安全，就把下水管这里的石膏板挖了个洞，走下去了个插排用。慢慢有了孩子和带娃的老人后，也有了烘干和更大洗衣容量的需求，就买来了洗烘套，重新做了洗衣柜和洗衣台。但阳台之前用的不是防水腻子，也不是防水漆，时间一长已经大面积翘皮。还有想离家出走的插座，之前走线留下来的窟窿，还有颜色也丑爆的储物柜，也想把颜色改下，就想趁换机器这次全部都改造下。首先是墙面的重新刷漆，铺好地膜后要把整个墙面这些翘的全部都铲掉，不铲不行，因为我试了，只铲掉部分的话再刷漆就会这样。刷漆的方法之前这期很详细了，就不多说了。水龙头上面这里还有个挺大的空间，想拿边角料做个置物架。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想法，记得在刷漆前进行打孔，这样才不会弄脏墙面。然后说修孔，孔洞的修复很简单，面积不是特别大的话，先取形状，建筑垃圾点很容易都能捡到石膏板，把纸贴在它上面裁下来。没有曲线锯，用几块钱的小钢锯或者刀片也一样能切掉，石膏很好切的。比对一下，然后再稍微修下边角，把它紧紧的敲进去。5金店20多块钱就能买10公斤这种石膏粉，加水搅拌，调到不稀不稠的膏状，抹在石膏块上面，抹匀了就行了，抹多了没关系，打磨时都能打磨掉。磨好后不着急，就等一晚上自然晾干，着急的话用电吹风，一会儿也能吹干凝固。再用砂纸打磨掉额外的部分，让表面变得平整，然后再刷墙面同样颜色的乳胶漆就好了，完全看不出来痕迹。如果孔洞很大的话，可以先修整成规则图形，找个木条伸进去，再用螺丝固定，当个底座，这样会更万无一失。有了底部支撑，也不用担心敲过头不小心把它敲下去了。然后是做这个悬空置物架，我拿柜子剩下的边角料切了一块做隔板，整个的宽度和厚度都符合我的需求，刚好四周还有封边，不用白不用。隔板是靠这个东西支撑的，一头插墙里，一头插隔板。确定隔板的打孔位置后，按照标记打孔，用开孔器辅助可以保证打的孔不歪。隔板颜色有点太深，有点不搭，如果是实木的话会更好看些。刚好有刷墙的漆，不要浪费，把它刷成白的就行了。一遍有点浅没关系，晾干多刷几次就好了，刷个2-3遍就看不出底色了。有实木木板的话可以省去这个步骤。然后安装隔板固定托，插进去拧紧根部，它就会膨胀固定住，再把隔板装上就好了。最后是柜子的改色，木器改色一般都刷水性漆，改色前的第一步是先打磨，打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漆的附着力、粘结力和遮盖力。你要说不打磨可以吗？我等会儿告诉你答案。买漆大部分都会附送这种专门夹砂纸的夹子，裁好夹住，然后再打磨就好了。有打磨机、万用宝这类电动工具的话，当然会更效率、更轻松些。打磨的时候会有粉尘，记得戴上口罩，也注意衣服和周围的卫生。打磨好后有吸尘器的话，就吸下表面浮尘，没有的话纸巾干擦也可以，然后再刷漆就可以了。大面积的话滚涂，小面积的话用刷子刷涂。如果底色较深的话，就多刷几遍，水性漆干的会很快的。我柜子的这块面积高2.1米，宽91厘米。1公斤的漆刷完还剩1/5。这里回答一下能不能不打磨直接刷。那你看这块就是偷懒没打磨到位的，漆的遮盖效果明显有区别，因为它的表面太光滑了，漆粘接不上，所以厚度达不到，刷了好几遍也还是一样。结论就是一定要打磨，而且要耐心打磨。买的这套洗烘套高度略低，只有1.5米，一般都是1.7米左右的。洗衣柜一般预留都是1.8米，富裕出来的这个空间放了个收纳筐，刚好放洗衣袋、凝珠、香氛，烘干架也刚刚好能放进去。
电源不用走下面，但插排线的颜色有点碍眼，那就用终极遮盖技巧，让它和墙的颜色一样，刷白就行了，这样就看不到它了。上面的柜子放卷纸、抽纸、牙膏、湿纸巾等不常用的东西，非常有用。位置虽然高了点，可以用这种夹子方便拿取。水池下面的柜子则可以放洗衣液、柔顺剂等。最后再添些软装，至此老破小摇身变成白富美。既有收纳，又有颜值，还有独立的洗和烘，漂亮又实用。美好的家全靠自己亲手打造。我是空格，我们下期再见。